咱們從小到大聽到的故事都是這樣的：農業革命是人類智慧的偉大勝利，是文明的曙光。但是如果這個故事從一開始就是個謊言呢？如果這場我們眼中的進步其實是人類歷史上犯下的一個最大錯誤呢？今天咱們就來聊聊這個足以顛覆你認知的話題。好，咱們先来看看那個我们都熟悉的版本是怎麼說的，就是那個關於農業革命如何帶領人類走向安穩和富足的，聽起來特別美好的故事。你想想这個時間跨度啊，250萬年，這是什麼概念？就是說，在人類99.9%還有多的歷史裡，我們都過着一種完全不同的生活。然後就在歷史長河的一瞬間，我們突然開始種地、澆水、放羊，徹底地改變了自己。你看啊，這張時間線給人的感覺就是一切都特別美好，對吧？一步一個腳印，我們好像越來越厲害，一步步地掌握了自然的奧秘。我們馴化了一種又一種動植物，生活看起來是越來越好了。但事實真的是這樣嗎？好，準備好了嗎？咱們現在就把剛才那個聽起來特別美好的故事給它整個翻過來。因為有學者提出了一個非常驚人的觀點，說農業革命非但不是什麼進步，反而是一場巨大的災難，史上最大的一樁騙局。哇，這話可真夠重的。你可能會覺得這是不是有點誇張了？但它可不是為了博眼球，背後是有着非常充分的考古學證據來支持的。這張對比圖就有意思了。你可能以為農民吃得更好、更穩定，對吧？但考古證據告訴我們，恰恰相反。狩獵採集者的食譜五花八門，營養更均衡，反而不容易挨餓。而農民呢，他們就慘了，嚴重依賴那麼一兩種作物。一旦收成不好，那就是滅頂之災，而且工作時間更長，活得更累。所以關鍵點是，對於一個普通的人來說，生活質量其實是大大下降了。這就奇怪了，對吧？既然對我們普通人來說是個虧本買賣，那我們的祖先為啥要幹呢？這裡面到底是誰在搗鬼？或者說，這場騙局的幕後黑手究竟是誰？這個答案啊，可能會讓你嚇一跳。咱們一直覺得是我們聰明的人類馴化了小麥，但你有沒有試過換個角度想？有沒有可能是小麥利用了我們，反過來把我們智人給馴化了？我知道這聽起來有點天方夜譚，但咱們從小麥的視角來看看這事兒到底是怎麼回事。225萬平方公里，這是個什麼概念呢？差不多10個英國那麼大。就是今天全球小麥的種植面積。你想想，1萬年前，小麥還只是中東某個角落裡一種毫不起眼的野草，可現在呢，它遍布了全世界。所以你再想想，從進化的角度來看，誰才是真正的贏家？為了讓小麥過上好日子，我們人類都幹了些什麼？你看啊，我們得給它清理地裡的石頭，頂着大太陽給它除草，還要保護它不被蟲子吃掉，從河裡給它挑水喝，簡直就是全職保姆啊！我們的生活方式完全變了，從前自由自在，現在呢，被死死地綁在一塊土地上。這怎麼聽都像是我們在伺候小麥，而不是它在服務我們。這麼累死累活的幹，我們的身體也吃不消啊！要知道啊，我們人類的身体是進化來爬樹、跑步的，可不是為了成天彎着腰在田裡幹活的。所以啊，考古學家一看古代農民的骨頭，上面全是毛病，什麼關節炎吶、椎間盤突出啊，這就是我們為小麥付出的血淋淋的身體代價。身體垮了還只是個開始，農業革命帶來的代價遠不止這些，它對整個人類社會，甚至對整個動物世界都是一場浩劫。你想啊，採集者嘛，要是碰上厲害的敵人，大不了換個地方，反正哪裡都能找到吃的。但農民就不行了，土地就是他的命根子，为了保衛那點田地和粮食，暴力冲突一下子就多了起來。
有些研究发現，在早期的农业社会里，男人之间打架打死的比例高得嚇人呐，有的地方甚至能到35%。说完了人，我們再來看看人類的那些所謂夥伴，被我們馴養的動物。要是從他們的角度來看啊，這場革命簡直就是一場徹頭徹尾的噩夢。咱們就拿牛來舉個例子吧。你看这個對比，野生的牛能活個20來年，在牛群裡自由自在。可農場裡的牛呢，如果是肉牛，可能就活幾個月，奶牛也就5年左右，一輩子都被關在小小的圍欄裡，更別說他們一出生就要和媽媽分開。從物種數量上說，牛這個物種確實是成功了，數量多得不得了。但你想想，對於每一頭牛來說，它的一生充滿了痛苦，這真的能算是成功嗎？聽到這兒，你心裡的那個問題是不是又冒出來了？既然這麼慘，為什麼啊？我們的祖先為什麼會一頭栽進這個坑裡呢？答案就在一個叫做奢侈品陷阱的東西裡。這個陷阱的關鍵就在於，農業革命不是某個人一拍腦袋決定的，它是一個特別緩慢的過程，是無數個看起來都挺明智的小決定，最後滾雪球滾成了一個誰也沒想到的災難性後果。這個陷阱的邏輯大概是這樣的：第一步，多種點小麥，生活不就更有保障了嗎？這是個小小的改進。然後呢，慢慢的，這個奢侈品就成了必需品，因為人多了嘛，不種地就得餓死。第三步，整個社會都變了，一切都圍繞着種地來轉。最後，等大家發現日子越過越累的時候，已經晚了，回不去了。你別以為這是古代人才會犯的傻，這個奢侈品陷阱，今天咱們也一樣在踩。就拿電子郵件來說吧，我們當初發明它是覺得能省時間多方便啊，結果呢，現在我們的生活節奏被它推着跑，快了何止10倍，每天被各種郵件轟炸，焦慮的不行。你看，我們以為自己是主人，結果又一次被自己發明的東西給套牢。所以這就引出了農業革命帶給我們的可能是最重要的一個反思：我們追求的成功和我們想要的幸福是一回事嗎？這裡要分清一個概念，就是演化上的勤功。從演化的角度看，一個物種成不成功，唯一的標準就是它的 DNA 拷貝在世界上有多少份。你看，農業革命之後，人類數量暴增，我們的 DNA 遍布全球，所以智人這個物種毫無疑問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。但這個成功和我們每個人的幸福、痛苦沒有半毛錢關係。它的本質其實就是讓更多的人用更差的生活質量活下去。所以最後這個問題留給大家一起思考：我們用個體的幸福換來了整個物種的演化成功，你覺得這筆買賣划算嗎？更重要了，你再看看我們今天的世界，我們是不是還在做着同樣的選擇？我們為了追求所謂的進步、效率和增長，又在用自己生活裡的哪些東西去交換呢？這個問題沒有標準答案，但值得我們每個人好好想一想。